川普为什么要打伊朗？他的说法是，伊朗的核武绝对不能容忍。我觉得《纽约时报》很多西方媒体都刻意虚假的遮盖另外一件事实：川普跟内塔尼亚胡都有内部政治上的需求。你想想看，美国现在最高法院判这个关税无效，内塔尼亚胡也一样，内塔尼亚胡政权现在几乎要下台了。这个东西看在伊朗里面，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个很高的情绪。可是它会不会再提升，就取决于伊朗内部的这个政治的变化。它会走向一个集体领导，还是说内部会走向一个动荡、神权政府的瓦解？目前都不是很清楚。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头条焦点，赶快来关注到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的中东战事已经正式的爆发了。今天会关心伊朗它的动作重击了美军的基地，并且声称他击中了林肯号航母。铁穹现在说以色列的铁穹也挡不住吗？川普则是扬言还会再继续的加大打击，打到4周为止，更预告会有美军更多人会丧命，也就是说会全力来打这一场战争。美以伊战争已经全面开战，赶快来关心中东现在进入到了全面战争模式。本来在26号这一天呐，这个阿曼调停人还出来说，谈得还行，和谈判虽然没有什么太多的突破，但是至少美国跟伊朗之间有取得一些的进展。结果没有想到，才隔不到多久的时间，28日，美国就已经联手了以色列，启动了这个川普叫做史诗怒火行动，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在12个小时之内，一共是狂轰了900次的空袭来进行。那美军出动了他的战斧巡弋飞弹、F-35逆踪战机，还有他的 FA-18超级大黄蜂等等。那么成绩的部分，我们看到最震撼的消息就是伊朗的最高领袖哈米尼遭到斩首杀除之外，包括了48名来自于伊朗的高层也都全部团灭了。另一方面，川普再继续说，他说几分钟之内，当时发动战争的时候，摧毁了9艘的伊朗军舰跟多处的海军设施。以色列的部分加入美国，那我们看到以色列他出动了200多架他的战机，打击目标超过500个目标，造成伊朗现在最新统计大概是近1000人的战损。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来看到伊朗的革命卫队也针对了美国的战损说出了一个最新数据。他说，美国有超过500死伤，传6名 CIA 的高官也都被炸死，这是来自于伊朗革命卫队的说法。但是美军说，目前的战损是3死5重伤，所以这数据上其实还仍有非常大的落差。针对于来自于美国跟以色列的攻击，伊朗方面也有立刻做反击，并且宣告没有红线。我们来看到伊朗的3层反击有哪些？首先，第一层包括了锁定了美军中东的命脉，也就是卡达的乌代德空军基地，还有其他多处的美军基地。这当中包括了在阿联、巴林跟科威特等等。第二个就是伊朗说的，美军的航母林肯号遭到伊朗4枚弹道飞弹给击中，战局进入了新的阶段，被美方给否认。最后一个是飞弹跟无人机，伊朗方面轮番上阵，压迫以色列的铁穹防空系统。以色列的部分城市遭到袭击，造成了9死20伤。好，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舰长怎么看了？伊朗真的敢这个无红线继续的做攻击吗？刚刚说了，攻打美军基地、打航母，美军也有非常3死5重伤，这是来自于美军的说法。但是伊朗的数字是更高的。伊朗真的准备全面跟美国来作对吗？吕舰长怎么看？其实这一次不管伊朗的想法是什么，美国的想法也就是要打出一个结果，不能再像去年一样。那如果说我们看到最新的 BBC 的新闻啊，也就是今天早上的新闻，就是有关于荷姆兹海峡的部分。有关于荷姆兹海峡，其实现在已经发生船只遭受到攻击的一个事件，然后因为这个事件，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油价它一个飙升。那但是到底是被什么样的飞弹打到了，其实目前不知道，因为也没有提出相关的一个攻击的内容。但是我们如果从这一张画面来看的话，其实它的攻击点非常的高啊，但是也不是高就不是反舰飞弹啊。那我们日后看看共和卫队它是怎么样说明这件事情的。那我们现在看到这张图呢，其实是今天下午1点07分的时候截出来的。那也就是我们看到 AIS 的
相关的内容的话，我们就看到赫姆兹海峡在这个位置，其实几乎等于没有船只通过。那如果有特定的船只通过，应该就是跟伊朗以及他的一个国防军或者是他的共和卫队已经打过招呼了。我们这边看到一群的，全部都是游轮啊。那这个游轮呢，它为什么不敢通过？因为其实我们看到赫姆兹海峡在这个位置呢，它其实对于伊朗来讲，它其实是有反舰飞弹的，无论从300公里到120公里，通通一应俱全啊。那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状况呢，那是不是他连航空母舰都敢打？他说他发射了4枚飞弹攻击这个林肯号，但是呢，林肯号它并没有相关的一个战损的报告。但是我们从之前红海的一个状况，我们就可以发现啊。这个无论是当时的胡塞组织，或者是现在的共和卫队，或者是伊朗国防军，他们通常都会说他们发射了几枚飞弹，可是实际上有没有命中是另外一回事啊。那而且我们知道啊，这个有关于航空母舰打击群的这一个空中的防卫啊，不是只有林肯号就是航空母舰自己担任，其实呢，它会有外围的有可能大部分都是这个。由伯克级的驱逐舰来担任，因为它具有神盾系统，可以因应来袭的各种的，无论是无人机或反舰飞弹，或者是我们现在所认为的这一个高超音速飞弹。虽然高超音速飞弹目前大家是说无法拦截啊，那但是伊朗有没有那是另外一回事。是，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状况呢，也就是我们讲到的伊朗。他不是他有没有决心要跟美国对干，是美国决定要跟伊朗对干。好，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持续请教委员又怎么看？因为伊朗说他有打击到这个林肯号，美军现在出面否认，那到底有没有可能？另外就是川普持续喊话，他说他会再打伊朗打4周，而且他还说会有更多的美军丧生，他是强人反击，还是一个选战前的豪赌？那川普说出动了 B2， 还有这个沉寂了9艘军舰的说法，可信度委员又怎么看？应该这样看的哈，任何一个战争双方面哈的说辞都要存疑，不管是美国的说法、伊朗的说法、以色列的说法都要存疑。那任何事情要相信它，一定要 double confirm，就是说双方面都已经确认有这个事情，那个才是等级比较高、可信的事实。那如果只有一方面讲，另外一方面不讲，那你可以讲说，大概有可能性有60%以上是事实。那如果是有一边讲法跟另一边讲法不一样，那两边就是要把它搁置，等到事情厘清了以后，俄乌战争我们就有这个经验啊。泽伦斯基说一大堆，说最后两边都说谎，这种几率很高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叫做 double confirm 要做这个事。那以目前来讲说，这个到底川普要更激进的去打啦，或者林肯号有没有受创啦？林肯号有受创，到底有多大的受创？这个不能因为受创就好像他不能再打了，也不能这样子来解读。好，那你说这个美国能不能维护全球的霸权？美国本来就不是全球霸权了，但是美国在波斯湾还是霸权。所以你要是区隔这两件事情啊。那这个川普能不能撑4个礼拜？在战前好像你节目还有很多地方我都不断强调。根本没有办法估算他到底手上剩下多少弹药，或者说他剩下多少战斧飞弹，这个导弹那个导弹不知道，因为照道理他在俄乌战争消耗不少，他在以哈这个战争也消耗不少，所以剩下有多少，还是要把对亚洲地区的储备全部都搬过去啊。如果亚洲地区的储备全部搬过去，那还真的够。可是搬过去的话，那如果中国大陆突然之间来那一下的话，那你美军不是说很凄惨哦？是，所以不晓得他怎么去考虑这个问题。我认为不至于全部搬过去，但是搬多少不知道。那这个至于 B2 有没有出动，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但是新闻上讲了，而不是这个正式官方版本。那所谓集成9艘军舰，那是美国讲的，伊朗这边也没有确认，所以我们可以让这个消息再等一点。但不管如何，我们在评估一个战争的时候，我们是用战损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战损角度是什么？比如说打掉哈梅尼是10分，然后这个
杜拜的帆船被打掉，大概就是1分。换句话说，军用设施跟人员它的价值比军民两用还要高，然后军民两用比纯粹的民间的还要来得高。那我们这样的评估起来的话，就像那个拳击一样啊，我打到哪里几分，打到哪里几分啊，最后统计结果谁赢？到第1回合打完了以后，确定是美国、伊朗赢。这不用去否认它哈。那接下来伊朗会有什么样的反击力道？那伊朗会讲很多。美国也会讲很多，不要去相信，我们一样，要用客观的数据来 double confirm 那因为整个伊朗的高端阶层被端掉了嘛，这符合美国的战略，因为美国的战略讲废核，基本上只是他提高他打伊朗的正当性而已，他真正的目的是要消除教士政权，把伊朗政权移交到民选政府手上去，或把革命卫队的权力移交到国防军手上去，他基本上采取这个策略。所以呢，伊朗里面有根深蒂固的经济矛盾跟民族矛盾。国防军、民选政府基本上都是波斯人。教士集团跟这个革命卫队基本上都是阿塞拜疆人。也就是他们是满清另外大多是汉人。新军都是汉人嘛，然后八旗都是满人，大概这种情形。那美国就想要趁这中间而入，我只要把你教士集团铲除，革命卫队弱化，那国防军就有起来的机会。他基本上是玩这个游戏。好，所以美国已经达成他所希望达成的目的之一。那其实现在呢，不管是美国或伊朗，可以看到双方都互不相让，也都说没有红线，会继续的打下去。这一场战争会不会从目前的空战变成地面战，甚至演变成一场区域战争？杨老师又怎么看？我觉得应该不至于，但是并不能排除它有发生军事战争扩大的可能性。这取决于什么？这取决于不只是你弹药的这个库藏是多少，也取决于最重要是政治的发展跟变化，尤其是伊朗现在内部。那美国川普为什么要打伊朗？他的说法是：第一个，伊朗的核武绝对不能容忍；第二个，伊朗是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恐怖主义者。这连国际媒体都不买这2个理由。那他在联合国安理会就这么讲。但是我觉得真正它的原因，一方面是在伊朗的一连串的暴动跟抗议之后呢，其实伊朗已经非常的脆弱，统治阶层很脆弱，哈米尼也86岁，然后呢，以色列跟美国的情报看到了机会，趁你病要你命。那当然，如果把这个神权政府的高层能够干掉，一定会有比如说理性务实的接班者，或者是改革派是不是能够取代？后面的变化很难讲。但是呢，他们在过去长久以来对伊朗的渗透，那伊朗已经像个筛子一样，所以你才会看到这么精准。就军事而言，这是个精准的斩首行动。但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川普跟内塔尼亚胡都有内部政治上的需求。你想想看，美国现在最高法院判这个关税无效，然后呢，淫魔案，川普的介入越来越多。ICE 现在在美国，这个是过街老鼠。年底的选举，美国的启动选举，所以川普需要一场军事胜利，尤其是过去46年来作为美国最重要的中东地区的挑战者、威胁。如果能够把这个最高领袖哈梅尼一举干掉、斩首成功，他不是一天到晚就在这边很骄傲的吗？你接下来看，你川普一天到晚会讲这个事情，他的支持者会以这个为主要的一个外交胜利。内塔尼亚胡也一样，内塔尼亚胡政权现在几乎要下台了，现在都不用了，所以他有就是说可能针对伊朗的情势的观察所采取的决定。那现在伊朗，你看到过去这超过一整天的这个回应打了8个波斯湾国家美国有基地的这些国家，加上以色列，那尤其是集中在以色列跟波斯湾周围的这些国家，那造成是有一些战损，但除了那个雷达系统之外，其他其实还好。伊朗说是打死了200名美军，但美国人说只有死3名，会不会再持续？因为第一天前面24小时，这是一种情绪上的回应，因为你打死我的最高这个领袖嘛而且不要忘记，
我觉得《纽约时报》很多西方媒体都很刻意虚假的遮盖这个另外一件事实，它也造成148个中小学生的死亡。然后呢，这个东西看在伊朗里面，这个第一个24小时，甚至接下来1、2天，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个很高的情绪会出来。那甚至会有一些孤狼式的那种恐怖攻击会出来，看到在德州已经出现了。你看到巴基斯坦跟伊拉克，他们要去攻占美国在那边的领事馆跟这个大使馆。可是它会不会再提升，就取决于我觉得就是看伊朗内部的这个就是政治的变化，它会走向一个集体领导，还是说多久新的最高这个元首会不会选出来，还是说内部会走向一个动荡，神权政府的瓦解，目前都不是很清楚。感觉上，革命卫队跟国防军大概不会去直接去取代新的这个政权，所以在态度上、言辞上强硬依旧，可是呢，在实际上后续的攻击上，这个强度会不会增强？我觉得还有待观察。好，观众朋友，今天中东情势，赶快来看到的是鹰击12，来自于中国大陆的鹰击12会不会驰援伊朗呢？另外，今天也会来关心，也是来自于中国大陆，接下来包括它的北斗跟它的反隐形雷达，如果再加上超音速一起锁定。美国的航母的话，美国有办法抵抗得了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今天请来宾特别帮我们做解答。首先，我们今天会来关心到的是，如果现在做一个假设，伊朗真的部署了中国大陆的 CN-302的反舰飞弹，也就是它的鹰击12的话，美军的航母还敢开进波斯湾吗？这是航母时代第一次被区域国家拒止吗？第二件事情来看到的是，确实现在美国已经出动它的双航母了，但是也不是说没有弱点。我们来看到它的弱点，包括了它的拦截飞弹，现在根据统计已经是库存告急了，而且现在的问题就是在中东的盟友也不愿意借基地给美国，那么它接下来还敢开战吗？中美的武器有没有可能真的在中东这边展开对决？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美国能够毫发无伤吗？最后，今天也会来关心到的是，伊朗它的两手策略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它一边现在谈这个重建它的飞弹基地，那一边又说它要和谈，这是求和平还是在拖时间呢？其实伊朗是在等中国大陆的武器到位吗？包括它的雷达，还有它的北斗反舰体系到位，再来针对美国展开攻击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确实，现在看到在美伊的一个对峙上面，美国它的军事武器已经部署到位了，16个军舰、2个航母战斗群跟7个战机联队，大约是4万名的兵力集结，全面压境在中东，而伊朗也是蓄势待发的。我们来看到的是来自于路透社最新的披露，有来自于中国的帮忙吗？伊朗即将跟中国大陆敲定采购 CN-302超音速的反舰飞弹。这个外贸版本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鹰击12了，号称能够制得了就是航母，能够集成航母哦。那么来看到它的特性，包括采的是低空高速的图防，终端还具有超高音速的一个冲刺能力，能够专门针对这些大型水面舰艇，并且具备集成航母跟驱逐舰的能力。现在是连以色列的前情报官员也都开始示警了中国大陆这款武器的威力。他这样说，他说这将会完全改变局面，而且是极难被拦截下来的。伊朗如果真的使用了来自于大陆的鹰击12，那么整个荷姆兹海峡都会在射程的范围之内。中国大陆除了可能提供鹰击12之外，同步有没有可能现在也根据媒体的报道，也会提供其他的武器，像是它的隐形雷达，还有它的北斗卫星的导航数据跟即时的卫星影像一起来做支援。换句话说，伊朗正在建立一个完整的反航母的一个体系。节目一开始我们要特别来关心有关于鹰击12它的战力了。如果伊朗真的部署的话，接下来对于美军的航母有多大的威胁性？再加上刚刚我们特别提到的几样武器，不管是雷达，或者是反隐形的雷达，或者是北斗，成为一个体系化作战，接下来对于美国的冲击又有多大？汉庭怎么看？
我们要先了解到，伊朗它目前陷入了生存的焦虑跟非对称的制衡哦。面对美军16艘的军舰跟双航母的打击群的极端威胁，所以伊朗知道，目前自己拥有的传统快艇群这种狼群战术呢，已经很难突破在现代化的这种宙斯盾防御网，所以他们急需要一种一击必杀的杀手锏。能够让强敌呢在发动攻击之前，先计算一下自己能否承担失去一艘航母的代价。那再加上中国大陆跟伊朗本来就已经有25年的全面合作协议的这个状态，所以不仅是单纯的能源的贸易，在西方这种极限施压的背景之下，大陆不仅提供的是建设物资，更是安全方案。所以伊朗呢采购了 CN-302，本质上是把自己的国防嵌入到了更成熟的中国体系之中。不过呢，也要看，就如果只是单纯购买这样的一个 CN-302，其实也没啥用，因为也要看你具体的跟其他整合性的部署，以及你操作得当与否。否则，如果我们看到像委内瑞拉的状态，你虽然你的手脚的武器是大陆制，可是你的脑不见得是大陆制啊，那可能也不见得有用。不过我们细部来看如果真的一切配合妥当 ，CN-302配合北斗跟反隐形雷达，就很可能会让美军面临了高风险的作战环境。第一个 YLC-8B 的反隐形雷达呢，它可以刺破幽灵的伪装什么意思呢？它在物理上是一种隐形克星，能够在数百公里外精准捕捉到隐形目标的雷达反射截面积。所以呢，这个美军引以为傲的所谓幽灵，但是在屏幕上它可以变成清晰的红点，所以航空母舰的先发优势就荡然无存。而第二呢，就是北斗卫星的导航了。过去伊朗的导弹受限于 GPS 的民用精准度，或者是俄罗斯系统不稳定嘛。现在如果接入了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伊朗就获得了厘米级的定位精度跟抗干扰的军用链路，让后面的 CN-302不再是盲目投射，而能够有一个可以实时修正的大脑，配合卫星的影像来支援。那最后呢，就是这个 CN-302的超音速突袭了。那它能够以低于20米的高度贴海飞行。对于宙斯盾的系统来说呢，反正因为种种的限制，当雷达发现它的时候它可能距离舰艇只剩下30公里。所以以3倍的音速来撞击250公斤的战斗部，它的动能就相当于直接释放数吨的高能炸药，可以呢废掉一艘伯克级的驱逐舰。所以在这个状态之下，如果真的能够3位一体，那么美军面临的就不再只是零散的骚扰，而是一个完整的、封闭的、几乎不可拦截的死亡网络。好，所以现在的关键就是说，伊朗获得来自于中国大陆的武器，而且必须要是体系化作战的，不可以是单一的武器，才能展现它整体的作战的这个魄力、威力。那美国呢？我们来看到现在美国又做了什么样子的一个准备？表面上它的声势非常的浩大，不过它也有一些弱点。我们先讲它的优缺点。首先，它现在寄出来的各种武器，包括了16艘的军舰、2艘航母，总兵力4万，然后还部署了18架 F-35、17架 F-15跟它的 A-10攻击机。好，现在来看到它的弱点，一共是2项，是来自于《华盛顿邮报》特别做的揭露。他说是美军高层私下跟白宫说的这2个致命伤。第一个就是它的防空拦截的弹药，现在库存看起来是非常的吃紧的，这当中包括了爱国者飞弹等等。再来就是盟友，他们其实是不愿意参战的，阿拉伯国家甚至不许用境内的基地来帮助攻击伊朗。反观伊朗现在不断的强化它的武装我们来看到它正在修建的各项的武装，包括它的飞弹基地、它的空军跑道都已经恢复好了，还有它的这个固体燃料飞弹设施也全部都完成重建了。现在看起来，伊朗正在重建当中，又有了中国大陆的帮忙，有没有可能美中接下来在中东这边展开对决？那美军还能毫发无伤吗？那干哥又怎么看？刚刚汉庭把那个鹰击12讲得非常的清楚大家要晓得鹰击12是现在可以号称为全世界最好的反舰飞弹，要得到这样的美名并不容易你要知道，因为像美国俄罗斯他们多的是这种超音速的反舰飞弹，可是那这个飞弹呢，它优点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就是说它贴海20到50公尺飞行，当时它是以2倍音速飞，它等到距离目标30到50公里的时候，
它突然升起，然后直攻，在这个贴海的阶段，很多神盾也就是宙斯盾的雷达可能会抓不到，等到你发现它的时候，它就在你面前了。它在你面前，那宙斯盾指挥标准飞弹就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可能到最后就是进破武器系统要去拦它了。如果拦不到的话，航空母舰就会中弹。那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回溯一下2年前，常常会说，哎呀，这个华盛顿号在那个荷姆兹海峡被打残了，被那个胡塞组织青年运动他们给打残了。我那时候在看就说，没有一家国际通讯社有这样子讲，所以千万不要开这样的玩笑。为什么？美国海军航空母舰如果一旦中弹，那就等于是偷袭珍珠港一样严重的事情。对，为什么？那代表美国的国力。那你现在所看到的说，这个他们采购 CM302，也就是鹰击12飞弹伊朗有个很大的伤，也就是我曾经说过的，你要用什么载具来投射？它可以用飞机载，它也可以用船来打，但是伊朗没有这么大的船，也更没有那么大的轰炸机，所以我提供了 CM302。大家要知道，这种超音速反舰飞弹非常大一枚，你如果没有足够的载具，你是不能够发挥它的功效。所以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伊朗如果敲定跟中国买 CM302，也就是鹰击12的话，它一定有附加它的载具在里面，不然的话，它的用处恐怕就不大。可是我们回头再来看看美国啊，美国已经16艘军舰在红海了，对，再来就去荷姆兹海峡了，就已经到德黑兰门口了。那你说这么多军舰都过来了，那你伊朗不怕死吗？我告诉各位，到目前为止舰上的标准3型跟标准6型飞弹是不够的。什么叫不够？也就是说，所有的美国海军的这个就是水面上的舰队，他们都携带了标准3型或是标准6型的防空飞弹。这种防空飞弹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打海面的目标，也就是既可对空也可以对海。可是现在的数量是不够的。我举一个例子，去年美国的海军舰队司令部司令考德尔上将，他对着那个美国的军工业，他开会的时候，他直接讲一句话：我绝对不会原谅你们。他讲的话非常重，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的舰队没有足够的标准飞弹。所以今天这个新闻就验证了1年以前舰队司令部的司令他所讲的话，到现在没有改善。你知道吗？缺乏这么多飞弹，库存告急。为什么会告急？很简单啊，就是因为最近支援了以色列去防什么？防伊朗打过来，就去年嘛，防伊朗打过来的那个飞弹，所以花了很多。因为美国是无条件提供给以色列的，所以耗费很多。在这种情况底下，还有在这个海峡上面要预防青年组织他们打飞弹过来，所以像这样的飞弹，还有另外一种叫爱国者，爱国者耗损最大。那你知道五角大厦也评估了，要恢复库存要5年，要5年。他们还讲了另外一个数据，他们说要恢复送给乌克兰的标枪飞弹，比较小的那种反坦克飞弹，要13年。大家知道吗？所以4万大军，美国大兵集结在那个荷姆兹海峡外面，你等上了岸以后，你恐怕发现你反坦克飞弹你都不够，更不要讲说我刚才讲的那种对空拦截的那种巨大的飞弹都不够啊。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讲一句实话，就是说你粮草先行啊，结果你发现粮草也没来。然后你川普，你现在要大开杀戒吗？你要先想想看，这一次的作战很恐怕只是一个有限战争，你要快速取胜，快速在谈判桌上面取得进展，不然的话，你真要打他的话，你恐怕48小时之内就必须要撤退了。好，所以现在面临在军事上面的不足，不管是在这个拦截弹药的不足，川普敢不敢先开第一枪，这个还要持续的做观察。倒是伊朗现在，为什么突然间又慢慢的好像展开示好？他现在说了呢，他愿意来展开核谈判，在日内瓦这边他想要谈，这是来自于伊朗外长的最新说法，而且他也特别强调了。他说：“伊朗，我们接下来不会发展核武，但是还是绝对不会放弃和平的技术性的一个权利。那么时间点非常微妙，因为
现在看到伊朗好像在实施的是两手策略，一边它还是持续发展它的飞弹系统，还有它的防御系统，但是另外一边又好像示好说想要跟美国来好好做谈判。大家也在解读说，川普这个伊朗到底在想什么？他是不是现在呢正在等中国大陆的武器完全的到位，才会对美国展开攻击？那大使又怎么解读？其实伊朗我们今天观察，从很持平的观点看，伊朗已经做了很多让步了。那就不晓得美国到底要求伊朗是什么？因为伊朗的外交部外长已经多次声明，他说我们已经草拟好一个有关发展核武协议跟美方要签核武协议的一个草案，准备26号带到日内瓦去谈。那这一次在谈判的时候，美国只提出2点要求第一个就是废导是什么？导弹。他要伊朗把他的导弹系统把它废除，自废武功。第二个就是废核。那废导的部分，伊朗说绝对不可能，美国也没有继续再谈那废核的部分，伊朗说我没有要发展核武，我也不会发展核武。那可是呢，我发展核子和平用途的能力这一点我不能放弃。所以就是大家这个立场。然后现在已经传出来，就是说我可以把我已经提升到60%的这个浓缩铀我可以送到国外，大概就是送到俄罗斯，去把这个浓缩铀的丰度把它降低。对我手上不拿了，我就交出去了嘛。那这一点事实上的话，伊朗部分已经讲得蛮清楚了。可是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施压，从来没有针对伊朗这一些提出来的具体方案做任何回应，只是说伊朗就是说这个对美国的威胁很大，而且最近说这个伊朗已经在研发可以直接打到美国本土的导弹了如何，然后说伊朗若拥有核武的话，那这个对整个区域来讲，对世界来讲都是极大的威胁。中东将永无宁日，陷入无止境的这种战争，所有的这个中东国家都会生活在恐惧之中。而且说呢，我们现在对伊朗这个采取这种军事威胁所有的中东国家都将获益，而且大部分都支持我们。那这个对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得到的讯息又不太一样。对，因为伊朗已经说我没有要发展核武，我要放弃了。而且我现在已经拟了这个核武协议。那所以就变成这个中间，伊朗的立场跟美国现在持的立场有一点落差，而且昨天还有这个相关的美方人士传出来说，已经准备打了，而且就在26号，谈判之前是小打还是中打，就不断的传出就是打的这个风声。那川普今天在这个国情咨文对伊朗也毫不放松也就是说，伊朗你不放弃核武的话，这个对我们威胁太大，你会产生你会有这种非常危险的处境。那所以现在就有一点点感觉上美国跟伊朗好像不是在同一个频道上在沟通。那美国硬是说伊朗不放弃核武，伊朗是说我已经放弃了。所以呢，到底是有意没有听到对方的声音呢，还是真正没听到？我觉得有意故意不听到对方声音的可能性比较大。接下来我们要持续来关心到的是川普这一回输不起因为这个关税违法，恐怕呢接下来美国政府要退回去的是5.5兆换算新台币，让川普是气炸了，所以他就怒抛了122条款，要再针对全球课征15%的关税。接下来美国的经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尤其现在最新的民调显示，60%美国人对于川普的关税战是非常的不满意的。我们今天一起来做关心。好，赶快来看到，其实呢，这个关税违宪这样子的一个消息传出来，是在20号的时候，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他所宣布的这个川普的关税政策是违宪的。那主要就是他之前依照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是有问题的，所以接下来恐怕要退回去的金额超过了1750亿美元，换算新台币5.5兆元的一个税款对于美国政府来说负担恐怕是相当大。那其实呢，先前在这个最
最高法院提出这样子的一个违宪之前，就有许多的进口商针对川普的政策表示非常的不满。其中一家进口商是在伊利诺州主攻教育玩具市场的公司，叫做学习资源。它这一间公司呢，90%都是在做中国代工的，在去年缴纳的关税实在是太惊人了，1000万美元的关税哦。这家公司后来成为扳倒川普关税巨兽的一个关键推手。除了美国自己这一间玩具公司的这个成为推手之外，各国品牌也针对川普的关税提告，并且要求退关税，包括了哪一些知名厂商呢？像是日本的丰田子公司、美国好事多，还有这个轮胎大厂，还有美国铝业、日本川崎重工等等，这么多的公司对川普提告，所以最高法院这个判决一下来之后，川普也没有再让的，继续针对国际多国再继续的课征高关税。就在最高法院宣布的同一天，川普又在宣布对全球商品加征10%关税，紧接着隔一天哦，还是没有停下来，再祭出了1974年当时的贸易法第122条，授权直接对全球商品课征15%的高关税，重点还是立刻生效。好，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委员的这个最高法院的裁决，川普恐怕得退5.5兆美元关税，到底接下来谁吃亏？是企业、川普还是美国自己的经济？委员怎么看？从去年年初，我在这个节目或者其他场合，我一再讲，川普的关税叫王安石变法，一事无成。现在不但预测成真，更重要，我今天可以再宣告一次，川普的关税 game is over。那有很多人在这2天啊，在讲说，哦，川普这个不行，还有别的工具，还有122啦，什么232啦，什么338啦。我跟各位讲，那种言论都是 bullshit， 都外行人讲的话。我来解释给大家听哈。今天这些人会出钱去打官司，美国打官司是很贵的哦，打到最高法院，因为它只2级，高等法院跟联邦行政法院跟最高法2级就结束了，然后要花很多钱去打这个官司。今天赢了，就开始第2件事情来了，进口商要跟他要钱。我刚才讲过了，中国提供材料给他，或者各国提供进口商材料来告他，你要退我多少关税？第2个，现在是进入政治斗争了。什么政治斗争？那个刚才讲那个玩具厂商是伊利诺州的，伊利诺州的州长啊，叫做叫普利兹克啊，普利兹克是谁？就是君悦集团的老板，凯悦饭店集团的老板啊，他在美国很有名，就是我自己竞选，我不用募款的啊。然后他是做得很好的一个州长，而且是民主党现在3大下一届总统候选人。那他现在丢出一个东西，提高声望，他一定咬着不放了。他说：“我伊利诺州的所有的消费者，总共为了你的关税付了多少钱？现在你要退我们伊利诺州每一个人1700块美金。你看你给不给？你给也没有选票，你不给也更没有选票。然后共和党每个人都挤得如热锅蚂蚁，所有民主党的州都会效法，你看着好了。只是他比较聪明，找了很多会计师先算好了，拿证据给你看，一个人1500块，你给不给？”一家4口这多少钱啊？是，对啊，所以川普这个已经掉入泥潭了。再来，他用所谓122条关税也会被告，因为这个关税第一个只能150天，你要国会延长，国会不肯跟你延长，谁敢？因为今年年底要选举，谁敢啊？那接下来他这个为什么？他因为这个条文有2个先决条件，第一个条件必须国际收支逆差。问题是美国有贸易逆差，没有国际收支逆差，很多人搞不清楚你们区别。法律上写的国际收支逆差，他温系耶，有告他一定输。第2个要美元严重贬值，很抱歉美元现在还升值从昨天还升值。还有美国的经济严重不稳定，我讲过美国通货膨胀跟其他国比你在讲什么话？3%通货膨胀，你在叫什么？再来，你说美国的那个什么失业率，你比中国还低，你在叫什么？比欧洲还低，不然你在叫什么？所以找不到一样总体经济数据说美国经济有困难。美国真的有困难，是社会问题有困难，政治有困难，经济反而没有什么太大了不起的困难，所以完全没有办法构成课征122条的先决条件。有去告川普又会输，那你要不要退权？所以共和党深陷泥淖。我跟你讲，不止今年会输，川普这样搞下去的话，2028共和党一定大败。这个本来民主党是没有力气的，没想到川普这样一搞，而且更重要的是，美国选民经过这一次的关税事件，
的确已经证明说，原来负担税金的不是外国出口商，对，不是川普所讲的，都是美国人自己负担的。所以今天美国要出现一个很严重的生活困难，我刚才不是经济问题哦，生活困难是社会问题。因为美国的经济成长还有到达2%到3%，而主要的动力是多少？是70% 的消费者支出。消费者支出里面就有77标准，70% GDP 是消费，然后消费的70% 是什么？是服务支出，不是商品支出，什么医疗啦、打高尔夫球啦。这个川普总统打一场高尔夫球可以让1000个人买汉堡，这价钱差很多，所以它服务支出非常的庞大，而且更重要，这个所谓的消费支出里面，不管服务支出、商品支出，10%所得人消费的整个一半，而且集中在服务支出，所以剩下的那一半的人就挤在这里面，你看怎么办？90% 人挤在那个50% 的消费里面，所以当然很多人社会问题就出来了。所以美国整体经济是好的，但是美国社会严重，消费严重不均，那是谁搞的？就是你搞的啊。那你说这些人啊，再怎么始终共和党的，都会投票反对你嘛。所以我觉得你在克什么不公平贸易没啦啊，还克那个什么国家安全税没啦。不可能的啦，已经结束了啦。所以我说 ，game is over。好，所以现在川普在祭出各种招数，恐怕都没效了。那这样看起来的话，5.5兆元是退订了吗？那杨老师又怎么看接下来对于川普的影响？我是赞成蔡委员所讲的，川普的关税政策已经走到了死胡同，但是川普还会在胡同里面继续的缠斗，因为他是总统，他有3年。他根本不在乎后面的这个选举的输赢了，所以他还会继续缠斗。那有没有法律工具？其实他说他有啊。那有没有政策工具？那就更多了。那个政策工具甚至是一种威胁、胁迫的外交的这种政策工具。所以你看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国家敢跳出来说我要跟你重谈。有两个地方了哈，一个是欧盟，一个是印度，稍微要把这个案子放缓。欧盟说现在这个跟美国谈的这个协议哈，建议先不要处理。那印度呢，现在也在放缓，所以大家其实也都在观望。我觉得大概只有2方面哈，能够真正去在这个死胡同里面跟他缠斗的时候，让他真的能够去看到他是没有什么未来的，他的关税政策，一个是美国内部的反弹，另外一个是中国的做法。我们看到过去在2025年的时候，中国大陆的反制已经使得美国的川普的关税政策面临到就是基本上一枪毙命，的那种稀土大豆，就他没有办法，所以他必须要休战。可是现在美国内部的反弹就是很清楚，一个是通膨造成民意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大家一直过程当中低估了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对于美国社会的影响。因为大家都认为美国人很多人念律师的，那个 law school 是很多人念，所以他对法律，尤其是最高法院最后的这个判决，尤其这个判决有2个人还是川普自己在第2任时候提名的大法官，他的判决就代表的是正义的最后防线，在美国的很多的这个观点里面，所以现在在国会里面，在民意里面，在媒体里面，基本上关税政策已经就像是个落水狗，也就是说他已经走了死胡同，大家都在打他。可是呢，他就用各种缠斗的方式。刚才讲到了1974年的122条款，蔡委员讲国际收支没有说什么不平衡，美国的国际收支刚好打平。为什么？它是贸易逆差，可是它投资全世界对它的投资的金额刚好打平。你不要忘记还有个服务业，那事实上的服务业还赚得蛮多的。美国的 Apple 算是服务业的，鸿海算是那个辉达算是服务业哦，它不是像我们的台积电是制造业啊。所以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大家开始在要求退税，退税一定是搞了好几年，一定很拖。还是有它一些政策上的工具，它可能有301啊，但这个大概都不可能像是全球对等关税一样，它可能针对个别国家、个别的产业232，还是可以跟我们继续玩下去。然后呢，就要看现在他4月份去中国大陆的时候，中国大陆说你那个单边的关税，你现在最高法院已经否决了，你还可以对我这样子磕吗？那如果你还继续对我这样磕，那我就会有反制。是，我的反制就可能再一次的大豆，再一次的稀土，川普就会退。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他的这个关税政策就真的在死胡同里面，真的是玩个寂寞了。
好，所以川普把自己闹入了这个死胡同里面。那对于接下来，我们等一下请舰长来看，期中选举的选情跟美国明年的经济，还有今年一整年的经济表现又会有什么样的冲击？现在其实美国的最新民调是有60%的民众是对川普的关税政策感到非常的不满的，只有30%几的人稍微理解川普的关税政策。那日本的这个贸易机构也预估了，是说川普的关税政策伤害最大的其实是他自己美国本身的经济，2027预估 GDP 恐怕掉2.7%。共和党人其实现在也都非常的紧张哦，因为他们认为说已经要进入到期中选举的一个时刻了，川普还搞这一套。那还好，这个最高法院的判决反而是让共和党人可以因此松了一口气吗？接下来有关于经济跟共和党选情，舰长怎么看？有关于我们刚刚讲到的啊，这个是经济还是共和党选情的部分啊？我们就要这样讲啊，期中选举上面没有川普，上面只有共和党。那对于选民来讲，我不高兴，我对于川普不满意，可是没有川普啊。对，没有川普的情况之下，那共和党是谁，我就来报复谁，投民主党。这个就是一种很简单的一种投票的逻辑啊。那如果从这我们来看啊，这个《华盛顿邮报》最近2月12号他所做出来的这一个民调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总统的支持率其实降到39%。那其实这个也跟他就任以来也已经是第2次39%，已经是很低的部分啊。那然后对他的支持率60%，但是这60%我们大家特别注意一下，有47%是强烈反对的。那也就是说，在这个里面讨厌他的人，对于他的施政有意见的人这么多，那他到底施政哪里出了问题啊？我们来看一看啊，对他不赞同的部分。那我们来看，从下面来看啊，也就是对于通膨、对于这个关税以及对于国际关系，这也就是现在美国人出国，其实到各国去，不要说太远的地方，就算是到加拿大，加拿大人都很唾弃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人其实感同身受，他们是知道的很清楚说，其实这都是川普惹的祸啊。那如果说我们继续的往下看啊，就是有关于行政命令的部分。我们看到川普一直在签行政命令，行政命令是什么？也就是法律规范之外的，他要用行政命令来规范。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来看到，有关于真正赞同他，我们讲到，也就是美国大多数人真正赞同他的人呢，其实只有33%。其实我们看到这65%都是反对他这样使用这一个，我们讲到说这种工具的啊，那其实大家都忘记了川普当初他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上一节有特别讲到，有关于他对于地缘政治，第二个有关于供应链的部分。其实川普最意外的，也就是他其实想要再工业化，再工业化也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但是这件事情它是有非常长的递延效果的。这个递延效果还没有产生，就已经要选举了。所以其实我们这样看啊，这个今年11月的这个其中选举啊，川普应该是大败无疑啊。